狗男人，敢拿我的钱给别的女人买包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副总，这套礼服是全球手工定制的，还有这块表，都是限量款啊！这回可赔死他！是我泼的，我赔。账本就在柜台里，实在不行分期也可以。不急着赔。不赔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跟我做笔更大的生意？先说清楚，碰瓷我不认，赔钱我认。嫌脏就别做，我这小店不伺候少爷病。林小姐，您面前这位是富氏文旅的副总。哦，听起来很贵，那也得讲理。礼服跟腕表不用你赔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说条件。假扮我未婚妻2个月。之夏，你这一碗糖水砸出个豪门未婚夫啊！闭嘴，别在这瞎起哄。副总，你缺未婚妻去婚恋网站找啊，找我一个卖糖水的干嘛？我要的不是听话的。那你要什么？会吵会闹，不怕得罪人，最好一进顾家就能把那潭死水给我搅浑了。你家有仇人啊？是规矩，比仇人还难缠。我不卖身，也不演受气包。可以。第一，谁骂我，我必须能骂回去，不能让我憋着。可以。第二，谁碰我东西，该赔就得赔，不能讲情面。可以。第三，演戏归演戏，别趁机对我动手动脚。这条该我提醒你。行，这单我接了，提前说好，额外的炸场费得另加钱。林小姐，这是副总给您准备的金门礼服。穿这玩意儿我怎么走路，怎么跟人吵架，怎么端糖水？你打算端着糖水去顾家？第一次上门，空着手多没礼貌啊！富家餐桌既油腻，那正好让他们开开眼界。他们晚餐就只吃白粥、青菜，还有无糖的点心，寡淡的很。大晚上吃的跟罚站似的，难怪你们家冷冰冰的没点人气。之夏，你真要嫁进豪门啊？假的，赚钱而已，别瞎传啊！那你可得当心，别被人欺负了。放心吧，我不欺负别人，就算他们烧高香了。副总，你怕我？我怕油。那你以后啊，可有的怕了。进门后，第一个拦你的人是我姑母傅明仪，她管着傅家内宅，最重规矩。他骂人厉害吗？很难听。那就行，我怕他太文明，显得我发挥不好。林之夏，别忘了合同。收钱办事，包炸场。阿姨好。什么味道？人间烟火味儿。把他手里的东西全部扔出去。慢着，这里面都是吃的，不是垃圾。傅家不允许这种油腻东西进门。阿姨，您从小没闻过热饭味吗？叫谁阿姨？叫错了，那叫姑母。可您这架势不像亲戚，像门神。放肆！一个卖糖水的也敢在傅家门口撒野？卖糖水怎么了？我靠手艺吃饭，不偷不抢，
不像有些人光靠嘴就能把人噎死。食言，这就是你带回来的未婚妻，满身市井味儿，没规矩，没教养。是，她就是我的未婚妻，我亲自带回来的。谁动她的东西，就是动我的人。好，既然要进傅家，就按傅家的规矩来。行啊，规矩摆出来。先过餐桌这一关。这是午餐，还是给兔子喂草呢？傅家人饮食清淡，讲究养生，不像外面那些粗俗小店油烟熏天。菜是好菜，可惜了，做菜的人一点心都没放。你敢嫌弃傅家的饭？不是嫌弃，是心疼。心疼什么？他是谁？我大嫂温清河。清河，回房。今天你已经吃过定量午餐了。吃饭还定量？你们傅家是养人，还是养摆件儿？林之夏，这桌我吃不了，厨房在哪儿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让这里像个家。拦住他，别让他进傅家厨房。今天这锅卤味我还煮定了。林之夏，你把傅家厨房当你的破糖水店了。厨房不做饭，难道摆着供起来啊？傅家讲规矩。我也讲规矩，饿了就吃饭，馋了就添碗，这就是我们家的规矩。想吃就坐下吃，天塌下来由我顶着。清河，你今天的份额已经到了，不准吃。你是活人，不是秤砣，吃个饭还要按克算，你不累啊？我可吃！大嫂，吃吧。第一口最香，别浪费。温清河，你身为傅家长媳，居然当众坏傅家的规矩。姑母，我只是吃了一个猪蹄。你还敢顶嘴？他没顶嘴，他是终于敢说句人话了。这碗猪蹄38，摔了照价赔偿。你们这种小门小户出来的，眼里就只有钱。对，我眼里有钱，更有人。您眼里就只有破规矩，连活人都看不见。既然你说自己是食眼的未婚妻，那今晚就按傅家的规矩，同房茶宴。你这房间蚊子飞进来都得先洗个澡吧3条规矩。同房还有说明书？第一，不许把吃的带进来；第二，不许碰我的床。我是你请来的未婚妻，不是你请来的保洁。合同里写了，配合演戏。合同里也写了，不许欺负乙方。傅总，姑母的人一直在走廊上晃悠。行，为了我的黄金档口，我忍。委屈？不委屈，就是你这沙发硬得像欠我钱。食言，我听说之夏身体不舒服，特意进来看看。他这是看人吗？他这是抓奸吧？回沙发睡去。闭嘴，报什么呀？姑母，大半夜的，您不睡觉，专门跑来听弹墙啊？
既然没事，就早些休息。你也早点睡，熬夜容易让人刻薄。演完了，我回沙发。你不是有洁癖吗？不叫人来换下？太晚了。明天去把老爷子请回来。这个女人绝对不能留。想吃就吃，别把自己憋成木头。林小姐，姑母不让我们乱吃东西的。她不让你们吃饭，还是不让你们活？大嫂，来，今天的糖水是现做的。我能喝吗？你在自己家喝碗糖水，还要问谁批准？再吃这个，香。喜欢就多喝点。顾总，尝一个，不收费。放心，没毒，就是有点人味儿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傅家的餐桌被你弄成路边摊了。路边摊怎么了？有人排队，有人爱吃，总比你这冷冰冰的桌子强。清河，你身为长媳，竟然也跟着他胡闹！姑母，我只是想好好吃顿午饭。反了都反了！家里有饭香有人笑，才像个活人住的地方。你要是不习惯，可以去祠堂里吃空气。好，我现在就请老爷子回来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！爸，您看看这个女人把傅家糟蹋成什么样了？傅家百年家风，不是给人胡闹的地方。尤其是清河，身为长媳，竟然带头坏规矩。清河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老爷子，您失望什么？失望他没把自己饿成纸片人？林之夏，长辈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？有，您骂的人刚吃了我的鸭掌，我得护着。你就是石眼带回来的那个糖水铺姑娘？对，卖糖水的，手艺干净，账本也干净。傅家不需要你这种没有规矩的人。规矩要是把人逼得不敢吃、不敢笑、不敢说话，那就不是规矩，是笼子。爸，他不止坏规矩，还顶撞长辈，这样的人绝对不能留。石眼，立刻解除婚约。不可能！你为了他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。他是我带回来的人，傅家谁都不能跟。好啊，既然这么硬气，那就别用傅家的钱。从今天起，停掉陈渊名下所有副卡，清河的卡也全部冻结。没有了傅家的钱，我看你们还能撑几天？姑母，您是不是觉得没了傅家的卡，人就活不了了？嘴硬没用，豪门的生活不是你一个卖糖水的能撑起来的。那您看好了，没副卡，我照样能让大嫂吃饱穿好。明天我带你们去礼服店，是真本事还是假阔气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行啊，明天我让您见见什么叫买东西不眨眼。欢迎光临，这位小姐，我们这里不接待随便试穿的客人。衣服挂出来不就是给人试的？难道还要把它供起来拜吗？之夏，这里一条裙子就够你卖10年糖水了，别逞强。之夏，要不我们走吧？走什么？今天就是来买漂亮衣服的。清河，去试试那件。身为富家长媳，不能总穿得灰扑扑的。这件是本季新款，88万，温太太穿上一定合适。行，是。至于您，普通区在后面，那边的价格比较适合您。你这眼睛是按衣服价格自动开关的吗？他说的也没错，人啊，总要认清自己的位置，别硬挤不属于自己的圈子。别乱跑，弄脏了你赔不起。这牌
多少钱？怎么，问完价格，准备吓自己一跳？这一排加起来680万，大嫂喜欢吗？太贵了，知道贵就好。刷卡，整排都要。这卡您确定是您的？不然是你的吗？林之夏，你别为了面子去偷拿别人的卡，这里可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。姑母，您别急，脸要一会儿才疼。林小姐，是我们怠慢了，我马上为您处理。你认识他？之夏，你……林女士，您的小票。送你的，以后想穿什么穿什么，别总把自己包成富家的一个影子。我不能收。能，你值得。你哪儿来这么多钱？卖糖水攒的，不行吗？刚才那位小姐说我碰一下都赔不起。从现在起，你被辞退了。林小姐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眼睛是用来认人的，不是用眼看低人的。傅女士，贵宾区需要保持安静，如果您不购物的话，请您先离开。你赶我！姑母，慢走，不送。去查查林之夏，一个糖水铺老板娘，哪儿来的顶级黑卡？往哪个方向查？哼，查她背后的男人。林小姐今天在礼服店可真是威风八面啊！花别人的钱，当然不心疼。姑母，那些礼服是之夏送我的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你知不知道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？怎么，夫家吃饭还要查户口？不是查户口，是怕二哥被骗。一个糖水铺老板娘随手就能刷掉几百万，这背后要是没人捧着，说不过。你想说什么？直说。我听说林小姐背后有个年纪不小的男人，出手特别大方，随叫随到。石燕，这种来路不清不白的人，绝对不能进我们傅家的门。我来路清不清，轮不到你们用脏嘴来定。那你解释啊，那张黑卡是谁给你的？有人疼我，不行吗？听见没？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之夏不是那种人。哼，清河，你别被几碗糖水就给收买了。够了！之夏是我的未婚妻，谁再拿脏话编排她，就从傅氏滚出去。石岩，你为了他把自家人……是。傅总，你脑子被糖水泡了。我名下所有能动用的资产都在这里。你什么意思？断掉那个男人，以后你要钱，我给。你真信傅景卷那张破嘴？傅诗言，咱俩是合作关系，你别入戏太深。我只是不喜欢别人那样说你。那就信我，别拿钱来买我的清白。那个人到底是谁？一个你现在还惹不起的人。去哪儿？回我糖水铺，总不能天天在你家喝白粥等死吧？等等，别再走了。傅总，咱俩是合作关系，你吃醋归你吃醋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之夏，你要出门，想跟着？不行，姑母知道了会找麻烦的。那就让他找呗，大嫂又不是犯人，出个门还要打报告啊。行吧。跟不跟？不跟我可走了。
现磨的最好喝。好甜！废话，现做的，不像你家那个跟刷锅水似的。之夏，你对象也来了，小伙子长得真精神。什么对象？那是临时工。小伙子，你对象挺厉害啊，能管得住你吧？哼，管不住。那你还跟着？现做的，赶紧吃。嘴硬没事，胃诚实就行。林之夏，好久不见啊！哟，气色比以前好多了，这是攀上高枝了。陈俊，你还有脸来？你傍上富家少爷了，以前的账就想一笔勾销。我当初为你花的钱呢？你为我花的钱，你从我收银台里偷走的8万块，要不要我帮你算算？那是我借的。借？你半夜撬我收银台，监控拍得明明白白，借钱的人还用得着偷偷摸摸的？别跟他废话，走！把视频删了。动他一下试试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跟他的事儿关你屁事儿！他是我的人，你再靠近我，我让你进去蹲着。你们报警啊！我10分钟前就报了，你废话太多，刚好让客人都听清楚。林之夏，你给我等着！行了行了，热闹看完了，都散了吧。之夏，这次干得漂亮，早该报警了。以前忙着赚钱，懒得跟烂人耗时间。大嫂，站着也是站着，帮我擦碗。副总，你是装修品还是活人？过来干活。你这擦法，桌子都要报警了。石野，你以前从来都不碰这些的。桌子还没擦完，别打扰临时工。副总，出大事了！说，度假区、休闲美食区10几家原料供应商同时发了毁约函，明天开市，所有档口都没货，同时毁约，全是今天下午通知的，像商量好的一样。之夏，我要先走了。去吧。不过副总，10几家同时毁约，不像是市场行为，反倒像是故意为之。你想想，谁最希望你商业中心出事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我们继续收拾铺子吧。副总，明晚开始没货，我们怎么营业？石野，这次供应商集体毁约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找新的供应商。来得及吗？明晚就要开市，你拿什么补缺口？副总，我们档口没货，房租还要照付吗？各位放心，我已经联系好替代供应商了，只是价格比市场高3倍。副总，这个价格我们承受不起。你早就准备好了。怎么，你一个卖糖水的，也想来管傅氏的正事？缺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别废话，缺什么货，报给我。甜品半成品、卤味原料、茶饮配料全部断供。我能补。你能补？你拿什么补？你那破糖水店的存货，把海城仓的车都调过来。甜品半成品、卤味鲜果茶基底，能装多少装多少。是，林小姐。林小姐，您真能补上？下午3点前货到仓库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暂时保密。你哪来这么多货？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们不能要。来路明明，检测报告说了算。你要是怕，就别用。副总，要不要接受？接受。石野，你疯了！你连他货的来路都不知道。我信他。这批货的量够傅氏用1个月了。
等等，这批货不能入库。为什么？这批货来路不明，连检测报告都没有，万一出问题，富士担不起责任。检测报告、出货凭证、食品安全证书全在这里。你和林氏是什么关系？暂时保密。这批货的品质比之前的供应商还好，价格呢？这么多货，你们开什么价？市场价1分不多收。市场价？你当我们傻？半夜紧急调货，不加价？我说了，市场价，谁想吃回扣，门儿都没有。为什么帮我？谁让咱俩是合作关系呢？只是合作。注意一下，别把东西摔坏了。查林氏田野集团，查他们和林之夏的关系。老大，林之夏这个女人涉及了秘密信息，我们根本查不到她的身份。我不管，给我查到底！我要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。是。林之夏，你给我等着！副总，林小姐这批货救了富士，但是她的身份不用查。她愿意说的时候，自然会说。听说你调了一批货救富士？对，救场而已。一个糖水铺老板娘能调动10几吨货，说你背后到底是谁？姑母，之夏是在帮富士。清河，你别被他骗了。他要是来路干净，为什么不敢说身份？姑母，您这么想知道，不如猜猜。姑母，她救了富士，这就够了。石野，你别被他迷昏了头！这种来路不明的女人，早晚害了你。姑母，您是担心我害了石野，还是担心我抢了您在傅家的话语权？您天天嚷着规矩，不就是怕家里有人不听您的？林之夏，你给我等着！林之夏，你是不是该告诉我实话了？副总，有些话说早了就不灵了。各位董事，我有重要事情要说。什么事？这次供应危机，石眼处理得太草率，他用了来路不明的货，还让一个身份不清的女人插手公司事务。这批货不是救了富士吗？救了。那你们看看这个，林氏田野集团，国内最大的甜品连锁企业，林之夏和他们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能随意调动林氏的货？这确实需要调查清楚。调查什么？货没问题，钱也按市场价结了。问题是他的身份，一个糖水铺老板娘能调动林氏10几吨货，这说明什么？说下去，说明他要么是林氏高层的情人，要么就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。这种女人就是富氏集团的隐形蛀虫。啊！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听说富士开董事会，就顺便送点下午茶过来。各位董事，尝尝我家的糖水，手艺还行，就是不知道配不配得上富士的嘴。林之夏，这里是董事会，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副总，您刚才说我见不得人，那我就让大家看看我到底是什么人。谁让你进来的？保安呢？副总不是要查我的身份吗？喏，证人来了。怎么，找了个临时演员来假冒身份？林之夏，你当在场所有人都是傻子吗？我听说有人一直在散播我女儿的谣言，看来是贵苏的高层在其中作祟。林董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什么？这个林之夏竟然是林氏田野集团的千金？女儿，不可能，她明明就是个开糖水铺的。对呀，我爸把集团做这么大，我就想安静静开个小铺子，怎么了？副总刚才不是说得很起劲吗？现在怎么不说了？对了，傅老爷子，我这次来也是想顺便问问，贵司的高层管理是不是该整顿整顿了？这次的供应危机就是副总联合其他供应商一起造成的，回扣记录、毁约协议，还有副总和外备供应商的聊天记录全在这里。不可能，这些都是假的！你肯定是在污蔑我！是不是污蔑？
让律师来查。傅景耀，你真是好大的胆子！这些聊天记录全是傅景茂和外部供应商勾结的证据，为了夺权，不惜损害公司利益，简直丧心病狂！傅景茂，从今天起，你被免去傅氏集团所有职务，驱逐出董事会。爷爷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也是为了傅家。为了傅家，你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吧？景耀，爸，景耀他够了，你也别说了，这些年你纵容景耀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林小姐，是我老糊涂了，一直没看清你是什么人。老爷子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就是个卖糖水的，碰巧家里也做甜品生意而已。之夏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对不起。姑母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以后好好吃饭，别总绷着。我宣布，傅家那些压人的旧规矩全部废除。以后你们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做什么做什么。家是给人住的，不是用来关人的。老爷子，这话我爱听。林之夏，跟我来一下。姑母，您说陈渊是不是要……这小子终于开窍了。傅总，这是要算账，我可没多收傅氏1分钱。林之夏，契约到期了。对啊，2个月了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明天、后天，反正商铺也到手了，我得回去开分店。不许走。傅总，您这是耍赖啊！林之夏，我不想再演未婚夫了。那你想演什么？演真的。傅时衍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？林氏千金，继承人，听起来挺体面，但我以后不打算坐办公室当大小姐，我还是要满手面粉，还是要每天搓芋圆熬糖水，还是要守着海边小铺子。你接受的是林氏的招牌，还是那个卖糖水的林之夏？我从头到尾喜欢的都是那个端着糖水追人的林之夏。那你以后能接受一辈子闻糖水铺的甜腻味儿？可以，我还能每天陪你开第一锅炉。女儿，你真是找了个好男人啊！爸，我知道。活了大半辈子，今天才吃到真正的喜宴。是啊，以前傅家的宴席都是冷冰冰的，哪有这么热闹？请新人致辞。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决定，就是被一碗糖水砸中。以前我活得像个机器，每天定点起床，定点吃饭，定点工作。直到遇见他，我才知道，人间该有热气，该有笑声，该有烟火。之夏，谢谢你带我走进人间。我本来只想守着我的小铺子，卖卖糖水，过平静日子，没想到一碗糖水竟然砸出个靠谱老公。傅时衍，以后你要是嫌我事情，我就天天给你做卤鸭掌。不嫌，一辈子都不嫌。祝新人百年好合！